你是不是想在国内使用 eSIM 电话卡、eSIM 流量卡，却发现自己的手机根本就不支持 eSIM？今天我要给你推荐一款黑科技 Fivebird 卡，不仅能让普通手机秒变 eSIM，还能在全球随时随地切换网络，再也不用担心换卡的烦恼。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 Fivebird 卡配合 eSIM 流量卡，在国内使用境外流量获取纯净 IP，轻松搞定所有通信及网络问题。想知道怎么实现的吗？快跟我一起看看吧。Fivebird 卡是什么？它是一款可写入多个 eSIM 配置的外置 SIM 卡，是承载 eSIM 的容器，特别适合手机不支持原生 eSIM 功能的用户。通过配套的 APP，可以管理和下载多达15个不同国家的 eSIM 配置文件，快速切换全球网络，再也不用更换实体卡。并且更吸引我的是，通过与全球的 eSIM 流量卡配合使用，在国内可随时使用海外的流量及自带的国外纯净 IP 资源，在轻松实现手机号码及网络自由切换的同时，完成国外应用国内保号的操作。因此，这款卡片不仅适合商务人士、跨国工作者、频繁出国旅行的用户，同时也适合需要境外纯净 IP 进行保号操作的人士。如何购买 Fivebird 卡？购买 Fivebird 卡非常简单，只需访问官网即可。Fivebird 卡现在3种版本可选 ：Standard、Premium 和 Ultra， 价格分别是$12、$25、$28。Premium 支持全球网络切换，而 Ultra 版本对 iPhone 用户更加友好。现在可以直接通过 iPhone 切换 eSIM 配置，之前只有前2个版本无法在 iPhone 中切换 eSIM 配置。Ultra 版本是最近更新版本，增加了对 iPhone 的支持。Standard 版本最便宜只需要$12，但只能免费下载2次 eSIM， 如果超过下载次数需要单独付费。后2个版本一次性付费，不限下载次数，但价格高于 Standard 版本。如果你是 eSIM 的重度使用者，后2款会更合适。在官网选好适合你的卡片后，通过邮箱验证即可完成订单，整个购买流程不到几分钟，并且支持国内发货简单快捷。如果你在国内，大概3天就能收到。收到后是这个样子的，有卡片、回形针及说明。但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前一定要查询下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查询方法有3种，一种方式是在官网提供支持的型号中查询，第2种手机安装官方应用程序查询。手机中打开应用程序，页面中显示 SIM1，这款手机本身有2个卡槽，说明只有 SIM1 卡槽可以支持 Fivebird 卡。点击进入打开设备信息选项，我们看到兼容卡槽下面显示的是 SIM1，再次确认这款手机只有 SIM1 卡槽支持 Fivebird 卡。第3种是联络官方客服咨询支持的手机型号。另外，在购买提交后，一定留意 Fivebird 弹出的优惠活动提示，别错过了。我在购买时免费赠送了1G 的 Eskimo 全球流量，如果这个优惠活动还在，小伙伴一定要拿到。这个 Eskimo 全球流量国内使用时走的是新加坡，获取的是新加坡移动运营商的 IP 地址，是双 ISP， 属于住宅 IP 地址，可以在国内申请注册，像 Talktone 这样对网络要求严格的免费应用。感兴趣的小伙伴可参考下面说明栏中的介绍。如何安装与使用 Fivebird 卡？第一步，下载 Fivebird APP， 通过 Google Play 商店或者官网下载 APK 文件，安装到手机设备中。注意 ，Fivebird 管理工具目前只支持安卓系统。将 Fivebird 卡插入手机卡槽，使用购买时的邮箱登录 Fivebird APP， 安装到手机设备中并打开应用，管理程序自动识别为亚太地区，点开启。第2步，添加 eSIM 配置文件。通常，当我们购买了 eSIM 电话卡或流量卡后，运营商会将这个配置信息发送到注册邮箱，就像 Fivebird 赠送的1G 流量发到我的注册邮箱一样。我们通过管理程序扫描这个2维码，就会将 eSIM 配置文件写入手机的 eSIM 芯片中。这里是将配置文件写入 Fivebird 卡，点添加，扫描收到的2维码，将 eSIM 配置文件写入 Fivebird 卡。这里可以看到，配置文件已经成功写入。Fivebird 卡最多可写入15个配置文件，需要使用哪张卡时，就将哪张卡的状态设为 on， 同时也可在这里删除 eSIM 卡。注意，目前添加删除操作只能在安卓系统中进行。如果您购买的是最新的 Ultra 卡，可以在 iPhone 中切换 eSIM 卡，但无法进行添加删除操作。如果是 Standard 卡和 Premium 卡，添加修改删除操作均不能在 iPhone 中进行。设置好之后，这张卡可以放到其他支持 Fivebird 的手机中使用。如果需要更换配置，需在有管理程序的手机上进行。现在我们把这个卡放到 iPhone 中测试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运营商是新加坡电信，自治域中的类型是 ISP， 公司类目下类型也是 ISP。
4、优缺点分析。优点：一、全球网络切换便捷，再也不需要频繁更换 SIM 卡。Fivebird 卡可以通过 APP 轻松实现全球网络切换。2、eSIM 流量卡支持，可以随时切换 Fivebird 中不同地区的国外流量，非常适合长时间在国外生活或出差的人士和需要在本地使用境外流量进行保号操作的小伙伴。3、适用性广，不论你的手机是否支持 eSIM，Fivebird 卡都能适配大部分设备，尤其适合国行版手机用户。缺点：一、需要 APP 管理，所有操作必须通过 Fivebird APP 来完成。对于不习惯使用 APP 管理的用户来说，可能需要一些适应时间，并且还不能在 iPhone 中进行写入删除操作，只能在安卓手机中进行。2、存储容量有限，每张 Fivebird 卡的存储容量是有限的，需要定期清理和管理安装的 eSIM 配置文件。5、与其他卡的对比，与传统的 SIM 卡和普通 eSIM 相比，Fivebird 卡有着明显的优势。一、与 eSIM 的区别，虽然 eSIM 技术是国外大部分手机厂商的默认配置，但向国行发行的手机，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都不支持原生的 eSIM 卡，这其中包括香港发行的手机。而 Fivebird 卡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有一张 Fivebird 卡，无论是国行安卓手机还是 iPhone 手机，都能正常在国内接打电话、流量上网、接收国外短信。2、与传统全球漫游 SIM 卡相比，Fivebird 卡可以一卡拖多卡，全球漫游无需频繁插拔更换 SIM 卡，通过软件轻松实现网络切换，避免了繁琐操作，无需担心错过重要的电话或短信，尤其适合那些需要频繁切换国家或运营商的用户。重要的是，通过与 eSIM 流量卡配合使用，不仅可以漫游到世界各地，也可在国内轻松获得纯净的国外 IP 及当地流量，更便于进行本地保号操作。总体来说， Fivebird 卡不仅让你轻松实现全球网络切换，还能通过 eSIM 流量卡的配合，解决你在国内外通信的所有问题。如果你经常旅行、跨国工作或者需要使用多个国家的网络， Fivebird 卡无疑是你的最佳选择。选择适合自己的版本，开启全球畅联的自由之旅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